你看看，叫你不要多买，不要多买，结果还是买了这么多。我这是去求和的，我带点特产回去，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笑脸。只要你人能回去，你妈妈说不定高兴的马上就能出院。哎，回去以后千万别跟她吵啊，好好说。也知道。爸，这儿车少呀，我们得再等一等。没事，等等吧。石潇，张哥，这位是？这是我爸。哦，叔叔好。啊，你好。爸，他是我好朋友倪战，机务部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战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回家每天都走这儿。上车吧，我送你们回去。行，那谢了，战哥。谢谢你啊，叔叔，我帮你拎吧。不，我自己来。我来吧。哦，谢谢。爸，走，你坐前面吧，好前面宽敞一点，舒服。停工待料了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工作上的事。哎，那个租客怎么突然就搬走了呢？买了房子，当然要搬了。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还没见过他呢。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？随便问问。啊，对了，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学员，叫程潇是吧？最近工作不错吧？我在你们的官网视频里见到她了。他也许很快就离开了吧。机务部是修飞机的吗？对，就是修飞机的。哦，那我得叫你小倪师傅。爸，那叫工程师。啊，我知道。哎，小倪啊，那你们修完飞机以后，会不会像修完车一样去试驾一下？那可不行，我们机务啊都在地上干活，像这种上天的活啊，还得像你女儿这样的能人干。战哥，你就别谦虚了。爸，战哥现在不仅是我们机务部部长，马上很有可能就要成为我们的副总了。哦，年轻有为啊！啊，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。小倪啊，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，你爱人会着急吧？叔叔，借您吉言，我还没成家呢。哦，好。来，潇啊，现在把你们家推掉还来得及吗？为什么？我已经想到了怎么交差的方法了。什么方法？你老实告诉我啊，你和小倪是不是普通朋友？是啊。我想这样跟你妈说，你和小倪是男女朋友。不，绝对不行。你听我说呀，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，她是不是安心不少？接着呢，我再给她敲敲边鼓，说以后你会和小倪一样做机务工作、地面工作，不用再飞了。不行，我跟你这本来就是普通朋友，而且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我知道不用长久，我们只是哄哄你妈呀。潇啊，爸爸是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份工作，这回你要是回去了，谈不出什么结果来，最后还是不欢而散。
我尽量好好谈。有些事情你不懂，这回你就听爸爸的，别再白折腾一回了，好不好？那等这事儿过去了，你一定要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，不能让这个事情误会下去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同意了？哎，那这些东西呢？哎，打包装箱，就算你靠了老爸的。哎，赶紧退票啊！顾部长，你没走？我还说一会儿去找你申请销假呢。那，你家里……等淡季再请探亲假吧。那好，今天好好休息，留意排班表。顾部长好。顾部长好。对不起，顾部长，我今天换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徽章拿下来了，我回去就写检查，保证以后下次注意。什么情况？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！投完了，你选谁啊？你选谁？告诉你。1月份的副总裁竞选呢，我们将采取高层决策，结合民意票选的方式，尽最大可能的保持公平和公正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下周3呢，陆州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就要正式开航了。我们和新加坡樟宜机场后续的战略合作协议呢，也需要派人签署。但是事不凑巧，开航那天呢，正好我在下图参加航企论坛，就集团的冯董代表我前往新加坡参加签约仪式。江部长、倪战和南婷，你们也一起出席。江部长，到时候你将和冯董一起代表陆航在签约书上签字。没问题，徐总。另外我会调度出最成熟的机组飞新加坡的首航。叫南婷去飞吧，她飞我放心。再找一个优秀的副驾驶就行了。这样也不错。看你一个人坐电梯上来了，有心事啊？今天在会上，徐总说签约仪式由我们3个代表公司，可是签字的授权呢，却给了江涛。看来我们副总人选尘埃落定了。你知道以前的泛海航空的施压事件吗？这么大的事情当然知道了。我记得当时的英雄机长就是你师傅。怎么提这事儿？当时的副驾驶就是江部长。后来泛海倒闭，徐总建立陆航的时候，江部长就是最早的那批员工，对陆航也是兢兢业业，付出了青春。如果是他胜出，我心服口服。可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。那现在呢？我知道，自从你当上副部长之后，飞行部的绩效年年递增，这都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啊。江部长推广了节能减排计划，
主导了飞行员人才的发展战略，他还是很深谋远虑的。你就没有想过在某些重要场合为自己争取一下吗？拟出一套完善的安全体系计划，就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方式，而安全体系的推广和执行，也是我争取副总的唯一目的。除此之外的争斗，我没兴趣，也认为没有必要。如果江涛胜出，你的安全体系他会采纳吗？那是对他既有体系的重建，对他地位的挑战。你就不怕你所有的理想和计划，永远留在电脑里吗？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副总的职位，但是只会用我认为对的方式。你呀，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。肖姐，刚落地吗？一会儿飞哪儿？长沙往返。哎，快升机长了吧？我看你啊，转到客运，一路波折坎坷，我还以为我会排在你前头呢，没想到还是要一路追赶你。哎呀，我们俩不一样，我这大起大落的，你是稳扎稳打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所以咱俩指不定谁先当机长呢。喂，下周3，请你跟我飞一个特殊航班，潞州到新加坡的新航线开航。第一趟航班要搭配最好的副驾驶，这趟航班还要送公司高层去参加那边的签约仪式。好，收到。你好好准备。明白，放心。有好事了？新加坡的开航航班，龚南平让我一起飞。这也太好了吧！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能落我头上呢？哎呦，我们宋宋可是陆航的蒙城明珠，这可是只有我独家掌握的秘密。别告诉别人。好的。哎呀，真不错，我都怕这家小店倒闭了。你怎么样，工作？挺好的。公司最近刚新开了一条东南亚的新航线。那你们公司什么时候下单呀？国产飞机？哎呦妈，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，怎么又聊起工作了？哎，这奇了怪了，原来最喜欢聊工作的人，难道不是你吗？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知道，是您和爸的结婚纪念日。那个时候你小，我刚刚调过来，你爸呢又常出差，但是只要他回来，我们一有时间就会来这家小店吃饭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在学校上课呢。哦，我一去学校上课，你们就下馆子。对。怪不得每次我爸一回来，晚上总有一份打包的排骨年糕，虽然凉了，但是味道很好。原来是在这家买的。对呀，多好吃的东西也不如这家乡的味道。你爸呢，就是喜欢吃这里面的排骨，我只喜欢吃这里面的年糕。我们俩配合得很好，一点不浪费。每次跟你爸爸吃完东西，都会来这个公园转一转。这个公园还真是没什么变化。
你怎么着，就想一直这么一个人过着？怎么，您不想让我陪您到老呀？我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幸福。你喜不喜欢他嘛？谁啊？程潇啊。妈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他也喜欢你。您怎么知道？你那个视频录像，妈妈看了 N 遍，这我还看不出来。看着我，一提到他，眼神都不一样了。有吗？别装了啊！能让你这样笑的女孩子，如果是错过了，那就是天大的遗憾。很多时候，人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。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人，也没有什么事儿，能阻止你抓住自己的幸福。说了这么多，妈就是希望你能勇敢一些，不再纠结。遵命，母亲大人。进来。姐夫，您这是今天要亲自飞了？顾南亭昨天航班延误了，按照规章要求，他的休息时间不够。哦，对了，姐夫，姐夫，听说这次徐总让您代表咱们公司去签约，说明副总这事儿稳了。别出去跟人议论啊，要低调。是。来，姐夫，我摔了。哎，宇恒，宇恒，快来！今天你是飞新航线的指环吧？也太羡慕你了吧！每次重要航线都能选上。是啊，可能是我恰好排班时间合适，大家以后都会有机会的。我看啊，宇恒以后在公司那是前途无量，不像我们，没什么希望，混混日子就好。公司的晋升通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齐玉姐，你不是也说了，你升乘务长肯定要比我早呢。那是，我在粮仓辛辛苦苦熬了3年呢，公司是得对我公平。走啊，宇恒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走。你也飞首航？是啊，齐玉姐。本来呢，我是肯定选不上的，但是多亏了齐玉姐点醒了我，让我兼着公关部的差事。毕竟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哪能缺得了短视频呢？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来吧，看我，拍张照。行。爸。咱们这次是波音787机型，特别大。这飞机咋这么漂亮？
那都是高科技。爸，等下咱妈腿脚好的，我带你们做一更大的。好嘞。这么多也把您梦圆了。给你休息。昨晚上又熬了个通宵吧？可不能这样，你瞧瞧，才30岁，这头发都白了。我们这些写代码的呀，没点白头发都不好意思跟同事打招呼。哎，姐弟有公司领导乘坐航班，精神点，准备吧。好了。各位旅客，你们好。乘坐陆州航空 XD8054航班前往新加坡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，请您带好随身物品，出示登机牌。好。各项数据已设置完成，请机长检查。冯总上来了，走，咱们去迎接一下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快点。哎呦，江部长。哎，冯导，我带着机组成员出来给你打个招呼。今天亲自飞啊？陆新航线是咱们未来国际线最重要的营收增长点，公司上下都挺重视的，首航一定要确保顺利。啊，这是今天的副驾驶程潇、林一成，二位辛苦了。机长，马上就要结束登机了。那您快休息吧。好。方导，有什么需求就跟乘务员说，这次的乘务组啊，配的都是最优秀的。去忙吧。江部长，咱们马上离开广州区域了。小程啊，你看在顾部长的领导下，你现在进步神速啊！咱们飞行部又来了一些新女飞，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榜样。谢谢江机长。哎呀，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，不仅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，其他很多方面呢要均衡发展，是吧？比方说这个什么，社交啊，人际关系啊。您的意思是，我头几天那个饭局表现得不好？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发展得更好。谢谢江机长关心，我只希望能成为像我们顾教员那样专注执着，飞好每趟航班，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。其他的事，我不擅长，也不希望擅长。卫星电话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？机长，樟宜机场预计在航班落地时间会有雷雨，天气不符合落地标准，请你们提前做好预案。雷雨？我起飞的时候看预报还好好的，雷雨会持续多久啊？预计大范围雷雨会持续到夜间。明白，我考虑一下方案。天气确实很糟糕啊，不符合落地条件。申请广州备降吧。明天上午一早飞，下午签约，来得及。而且我看了明天天气很好，应该没有问题。不，这冯董还在后面呢，咱们要备降广州，人家会不会有什么想法？还是继续飞吧，飞到新加坡附近，用我们的机载雷达扫一下，如果天气有转好的时机，咱们就见机降落。那要是天气一直不转好怎么办？那就备降在计划内的机场。吉隆坡怎么样？吉隆坡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，正在变差。要不这样，我去跟冯总商量一下，说说咱们的具体情况。我们是为了航班安全，这个不至于也要请示冯董吧？申请备降广州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里是机长广播，
很抱歉的通知您，由于新加坡樟宜机场天气原因，我们将会备降在广州白云机场，预计降落的时间是19点15分。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the captain speaking. 还好提前跟说话，要不然明天我建议是被关打。 We are clearing proceeding to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. 方总，真是抱歉，为了安全，航班不能继续飞行了，只能委屈您在广州过夜了。你不要太有压力，好好休息，明天提前到就行。哎，大家都挺辛苦的，回酒店吧。冯总小心，这边请。 南丁哥，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……不用了，给我经济舱的简餐就行。好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这里是机长广播。先生您好。昨天由于天气原因，我们备降在了广州机场，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意。现在是新加坡当地时间上午9点。先生，借给您一副降噪耳机，一戴上可以隔绝一些飞机上的机械噪音。谢谢。不客气，先生。 We are landed at 先生， Guangzhou 老 Airport. 公是不是没休息好啊？ We apologize for your 给您一 inconvenience. 杯水。飞机上湿度低，人容易脱水，所以您多补充点水分。谢谢。现在我们的右侧是思南，可选的备降场是塞贡机场。签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，时间刚刚好。谁的包掉了？不对，是洗手间的声音。洗手间？有人吗？麻烦您可以回答我一下吗？你好，您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先生，怎么了？快把我冲着！哦哦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您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帮我冲着！先生，3号洗手间有旅客晕倒，地上有呕吐物，但是没有闻到酒味。好的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什么情况？先生，有脉搏，有心跳，意识微弱。把先生先扶出来。好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上有重病人。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是护士，请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，我们需要您的帮助，谢谢。各位旅客，有医生或者护士吗？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。各位乘客，有医生或者护士吗？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，有医生或者护士吗？请与我联系。头等舱里没有医生，经济舱也没有。哎，老太，拿一下。先生，
洗手间有位男乘客晕倒了，心跳、呼吸都有，但病情不详，机上没有医生。机长，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，要不要备降？乘务长，我们先做备降预案，请你准备好安抚旅客的工作。尤其是冯董，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能否赶得上下午的签约仪式，但是旅客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，请他尽量理解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塞贡的气象条件还有跑道长度都符合备降要求。通知塞贡管制，汇报航班情况，说明备降需求。好。Saigon Control, Blue Air 805. We have a passenger feeling sick. Request divert to Saigon Airport. We need medical assistance after landing. Request received. We'll coordinate right away. 先生，小亮，小亮，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小亮？老先生，您儿子有什么既往病史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小亮，小亮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醒了，醒了。先生，您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我刚才头一昏，吐了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胸特别闷。那您有什么既往病史吗？没有，可能就是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。那您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可以站起来走吗？我们扶您去头等舱，那边位子舒服一点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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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夏至，把洗手间打扫一下，你们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好，谢谢。小心点。来，扶好。小心脚下。来，先生。是这样吗？慢点，慢点。坐这儿。来。谢谢。来，慢点，小心啊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心。先生，您抬下头。谢谢。哎，慢点，好嘞。老先生，您儿子的身体发生了特殊情况，您看需要备降吗？备降是干啥的？啊，就是选择最近的机场降落，这样呢能第一时间就医。我是第一次出国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只要我儿子能好好的，你们就赶快去安排。但是我们要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需求。儿子，你看呢？我现在就想好好休息。那要不这样吧，我去请示一下机长，请稍等。机长，晕倒的乘客已经恢复意识，暂时情况稳定，我们把他安排到头等舱休息了。他现在基本情况怎么样啊？突发胸闷、恶心、呕吐，无既往病史。他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意见呢？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，就说听从机组安排。哎呀，真是难办。哎，他们是自己走到头等舱的？啊，对，我们搀扶着他走过去的。那既然自己都能走到头等舱，那说明没那么严重了。那肯定是因为晕机、呕吐造成的昏厥。小程啊，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。好。发现这位先生的时候已经呕吐过，大约3分钟之后自行清醒过来。小亮，昨晚一夜没睡，一直在工作，可能是累的吧。先生您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，请问您现在是什么感觉？头特别晕，但是感觉比刚才好点了。好，那您休息。这人好好的，看着也没什么呀。头晕，没必要备降吧？都备降了一次了，我这老腰啊，真折腾不起呀。到新加坡还有2多小时，顾局长，在你看来，
有备降的必要吗？是否备降取决于旅客的选择和机长的判断。如果我是机长，我会选择备降。姐夫啊，咱们1点20才能在新加坡降落。如果在塞贡备降的话，12点10分大概就可以到。我们至少能提前1个小时把病人送到医院。可是如果备降的话，我们起码要到今天下午4、5点才能到新加坡。我看江部长的意思是，如果旅客恢复了，他可能就不去备降了。但我看他现在还虚弱，而且刚刚毕竟是晕了嘛，觉得还是应该去备降。如果备降再重新起飞，需要耽误多长时间？国际航班非正常备降的话，要重新申请放行许可，飞行计划也要重新做，至少也得3、4个小时。其实我们直飞新加坡，只比备降塞贡要晚1个小时。可是新加坡的医疗条件要远远的好于塞贡，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？再说那名旅客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。可是这么重要的新航线，又是首航，如果咱们再一次备降的话，那恐怕耽误的不仅仅是一次签约仪式，咱们陆航在整个东南亚的声誉都会受到影响。是。江部长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一次备降，公司损失几十万不说，关键下午还有签约仪式。首航新加坡就备降2次，签约仪式再取消，确实不太好看。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, right-hand orbit, Ganza 263.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, right-hand orbit, Miran 221. Blue Air 805, your request has been received. Expect radar vector when you are ready. Another 2 aircraft will make a holding and give way to you. Blue Air 805, do you copy? Stand by, Blue Air 805. 我还是认为应该去备降，你也尽量去说服江部长。现场没有医生，我们并不能判断旅客的实际身体状况，毕竟他之前出现过晕厥，我们不能拿旅客的生命去赌概率。我也是这么认为，那我马上跟江部长商量。Second control, Blue Air 805. Cancel request. Continue to Singapore. Blue Air 805, confirm cancel, divert request. Affirmative. Blue Air 805.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. Thank you. 机长，那个旅客还是很虚弱，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脱离危险。
再往前飞就离陆地很远了。如果后面再发生点什么，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咱们现在距离塞贡是150海里，到新加坡是550海里，其实就差了1个小时。可是塞贡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新加坡的。可有些病不能耽误。是，如果这名旅客现在是昏迷状态，那咱们肯定是备降。可他已经醒了呀。可这位旅客他现在非常虚弱，他没有准确的判断力，他的父亲又不懂得飞行状况。但我们作为机组，有责任为他的生命安全做权衡考量。这就是我权衡考量之后的决定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速度，尽快到达新加坡，好让患者尽早就医。机长，人命关天，还是备降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又要自作主张，不听机长命令？继续飞新加坡，速度调到最大。也选最大速度，马赫数.87。为缩短飞行时间，申请直飞。Saigon Control, request shutdown due to fake passenger on board. Blue Air 805. 温柔夜空里，心为何不平静？再次飞向你，眼你未留归期。旁生直到你声音变得清晰，融入你专属的空域里。屏住呼吸，慢慢